哎呀，果然还是只有咱们2个人的时候最舒服，终于把2个丫头给弄走了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哎，走啊，去青楼啊！地榜开启之后，虽说顾仙儿和顾凤瑶2个人万般不愿，但是陈长安还是让他们离开了。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力量，这样说不定提升的会更快一些。陈长安和他们约定3年之后太华之巅相聚。你既然这么喜欢去青楼，那你不如去找玄无道，让玄无道带你去，反正你们2个臭味相投，他经验也丰富。哎，你这么一说还真可以啊。哎，这地方距离无极宗应该不远吧？来都来了，不如去看看玄无道，你跟他老子不也认识吗？我比较期待这玄无道究竟会不会叫你大爷。无极宗？干嘛？反正现在也没有太多的线索了，就当玩了呗。别忘了啊，你当初被你师父赶走了之后，你可说的是游历人间，快意人生。要不是发现了泰珠，咱们2个多逍遥快活呀。行吧，就去无极宗。哟，这位小兄弟要去无极宗？去不得，去不得呀！现在的无极宗可不能去啊。为什么不能去？看你年纪轻轻，恐怕是为了去那无极宗拜师的吧？若是往常，你们去了倒也没什么。可如今这无极宗惹了大麻烦，你们可不能去啊！听我一句劝，换个宗门吧。惹了大麻烦？他们能够惹到什么大麻烦？难不成还是招惹到了大地巅峰境界的强者不成？这无极宗也算是一个大宗门了，还有他们招惹不起的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有，无极宗虽说是那响当当的大宗门，可他惹不起的太多了。听说，我也是听说啊，无极宗太上长老之子玄无道，消失了数千年，终于回归。可这小子呀，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主，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。如今对方扬言要灭了整个无极宗，这事情早就传开了。听说无极宗这一次如临大敌，都开始求助了。这事还他妈跟玄无道有关系？当了这么多年乞丐，回家就惹祸，那他妈还不如不回家呢。你知道具体得罪的是谁吗？那这个可就不清楚了，反正是无极宗也惹不起的人，据说大有来头。大有来头？走吧，咱们去看看。臭小子，这么多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，下落不明的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你倒好，招惹谁不好，你偏偏去招惹洛神宫的人，那是你能够招惹的吗？你这些年在外面都沾染了些什么风气啊，简直是丢人现眼。我又他妈不知道那是洛神宫，再说了，好好一个洛神宫搞得跟个青楼一样干嘛？玄无道还以为终于遇见了一个质量绝佳的青楼，兴致冲冲地跑了进去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让人一脚给踹出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还好你去的只是洛神宫的一个分舵，否则的话你现在就是一具尸体。还跟我说什么出去历练历练，这他妈就是你要的历练？你他妈什么时候沾染上了这种臭毛病啊？还他妈逛上窑子了？你老子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就没进过青楼的大门。我哪知道那是洛神宫啊？你说好端端的一个洛神宫，弄得跟个青楼一样，这不是让人误会吗？青楼？那他妈洛神宫都是女子，弄得好看一点就是青楼了。你他妈见过这么高端的青楼吗？你他妈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现在可好，我身为无极宗的太上长老，自己的儿子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我要如何跟别人交代呀？洛神宫已经放话了，玄无道不死便会踏平无极宗，我又如何抵挡得住呀？爹，你不是都请帮手了吗？难道对付不了洛神宫？你他妈知道洛神宫的实力吗？对付？拿什么对付呀？洛神宫公主实力大地巅峰，而且还是老一辈大地巅峰强者。洛神宫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好色的登徒子，你他妈偏偏还上赶着送上门去，你是真牛啊！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，你他妈非要去做。别人都不敢？爹，那我是不是很威风？老子让你威武，我他妈今天就弄死你个王八蛋！无极宗的禁地之中，不断的传来了玄无道的惨叫声。兔崽子，知道错了没有？知道错了，但我不想干。爹，那现在咋办？洛神宫一定要杀了我？杀不杀你我不知道，但一定要把你交出去。不过，以洛神宫以往的行事风格来看，你会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？难道是这洛神宫可都是女子？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折磨方式？你他妈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呀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你在外面都他妈交了什么朋友啊？没什么，我交的朋友那可都是……哎，对了爹，我有救了，我有个朋友很牛逼。玄无道突然想到了陈长安。你朋友还很牛叉？你他妈能有什么牛叉的朋友啊？爹，这个我真没骗你，我兄弟是你大哥。你兄弟是我大哥？爹，你要干嘛？
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哎呦，爹，你怎么还下死手啊？惨叫声再一次从无极宗的禁地之中传了出来。然而这一次，惨叫声惊动了整个无极宗。别打了，再打真打死了！我真没骗你啊，我兄弟真是你大哥，还是你死乞白赖的要认人家当大哥的。玄无道不说还好，这说完了之后，玄天玉打的就更狠了。还他妈老子死乞白赖的认人家当大哥，老子都认不到这大哥是你朋友，你他妈还要不要脸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赶得上你老子我？别打了，我真是没说谎。说的什么东西？好好说话。那你别打我，自己恢复一下。见玄天玉不动手，玄无道点了点头，随后这才好好的恢复了一下自己的猪头。爹，我真的没说谎。陈长安你难道不认识吗？难道是陈长安忽悠我？认识谁？陈长安？我好像还真认识。陈长安的陈，陈长安的长，陈长安的安。爹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尔东陈，长短的长，安全的全，啊不对，是安，是一个人不？身边还跟着一条大黄狗。是他，就是他。你的朋友是陈长安，真的是那个带着大黄狗的陈长安。你激动就激动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他妈不该打！你说说你，长得也不咋地，天赋也一般，干啥不行，惹事第一名，一无是处。陈长安怎么就跟你当了朋友呢？你哪里配跟他当朋友啊？我他妈的，哎呀，想不通，实在是想不通。当年那么求着陈长安当个小弟都不行，这臭小子居然能够和陈长安成为朋友，他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呢？爹，我是不是你亲儿子？我哪里有你说的这般不堪啊？亲儿子这一点我可以确认，有陈长安的话，或许咱们无极宗这一次的危机真的能够过去。快去找陈长安！找陈长安？这他妈上哪儿去找啊？我确实认识他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如今在何处啊！没用的东西，看我的！爹，你能找到陈长安？不能，不能！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我可以努力。牛逼！太上长老，太上长老，难道是洛神宫的人已经上门了不成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给那臭小子求情的，他干的这些破事儿，谁求情都没用。就算我能饶得了他，洛神宫也不会放过他。我知道你们师兄弟两个人关系好，但是我还没说明来意呢，你怎么就自作聪明了呢？太上长老，我不是为了无道师弟来的，有人来了。有人来了？洛神宫的人真的来了？不是，是一个自称无道师弟朋友的人，说是来帮忙的。朋友？帮忙的？这年头雪中送炭的人可不多见了，这朋友不错呀。朋友？姓甚名谁？好像说是叫陈长安。陈长安？竟然是陈长安！不用找，主动来了，还是来帮忙的。亲人呐，这尼玛才是亲人呐！是不是身边还跟着一条大黄狗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人还在山脚下。山脚下？大胆！怎么能够让他留在山脚下呢？失礼，这太失礼了！你叫上……哎呀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亲自去迎接。什么情况？这不是玄无道的朋友吗？怎么太上长老如此激动？禁地之内，玄无道看到陈长安和大黄出现，顿时眼睛都亮了。我操，这是亲爹呀！陈兄，你没大没小，你也配叫先生陈兄？玄天玉上去就是一巴掌。小孩子没大没小，让先生见笑了。没事，我跟他真的是朋友，不用如此。不，以前或许是，但现在开始不能是了。这臭小子哪里配与您成为朋友啊？这不是降低了先生您的身份吗？爹，我知道了，你在羡慕我，嫉妒我。你看看你这嘴脸，丑陋，十分的逆子。见笑了，我先教训教训这个逆子。先生请稍等。哎呦，爹，我错了。惨叫声再一次响起，而且这一次远远超过了前面2次的惨叫声。有爱的两父子。确实很有爱。抱歉，让先生久等了。犬子过于无礼顽劣，见笑了。无妨，都是孩子，没事。先生不介意就好。先生这一次过来，可是知道了我们无极宗如今的困境。确实有所耳闻，但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
还不是这个臭小子惹的祸。听到了玄武道惹出来的祸事之后，陈长安也感觉有些无奈啊。这小子到底是多没脑子，能够把洛神宫当成了青楼？哎喂，那地方真的那么好啊？好，非常好，那姑娘一个个的真是水灵啊！哎，好，那你再带我去一次呗。啥？还去？那他妈不是真青楼。先生，小儿这上青楼的恶习，不会是……大黄对青楼如此热衷，这让玄天玉不得不有些疑惑地看向了陈长安。难不成玄武道这恶习都是从陈长安这边沾染过来的？不对呀，陈长安似乎并非如此肤浅之人才对啊，怎么会喜欢青楼这种烟花巷柳之地？怎么可能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正人君子4个字就是因我而存在。你好意思问我啊？要不是玄武道，大黄能够对青楼如此念念不忘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反倒是好意思问我。妈的，感情这罪魁祸首是这王八蛋自己。先生见谅，多亏我教子无方，以后我一定严加约束。没事，年轻人嘛，正常，好好教就是了。我想知道你当时到底干了什么事情，让洛神宫的人要把你带走，否则的话就要灭了你们整个无极宗。你不会是动手动脚了吧？我跟你说呀，那可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！我当时就是随便逛逛，没想到发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。我可没说谎，看着真就跟个青楼一样，而且妹子一个个是真带劲，我二话不说直接冲了进去。当时我就大喊一声，把你们的头牌花魁给我叫出来，大爷我今天好好乐呵乐呵。然后呢？花魁出来了？出来是出来了，但不是花魁，是他们洛神宫分舵舵主，他一脚就把我踢出来了，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，尤其是分舵舵主，当真算得上是头牌中的头牌了。只可惜咋就不是个青楼呢？哎，确实可惜了。怎么着？这是还想去一趟？真他妈的不怕死呀！你就这么想做个风流鬼啊？其实你和洛神宫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恩怨，没有冲突，也没有碰过人家，最多就是一个冒犯之罪。洛神宫也不至于往死里搞你们，还要直接灭了无极宗，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？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洛神宫一直以来最痛恨的便是那好色的登徒子，可以说是见一个杀一个。这臭小子不知道躲着点，居然还敢主动送上门去，洛神宫更不可能放过他了。痛恨好色的登徒子，这洛神宫的公主不会是早年吃过那方面的亏吧？咋地？洛神宫公主被男人伤害过，还是被抛弃过？对男人的恨意这么大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并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传言。不过，洛神宫公主毕竟是老一辈的大地巅峰强者，或许当年真的有什么故事吧。可眼下这洛神宫就要上门来要人了，先生，这要如何是好呀？如何是好？把人交出去不就行了吗？就是一个儿子，死了有啥大不了的？你虽然年纪不小了，可身体硬朗，再生一个呗。这玩意儿死一个不嫌多，修炼之人嘛，寿命长着呢。你想生10个8个不都很轻松吗？大哥，你到底是来帮忙的，还是来看热闹的？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！陈长安，你能不能说2句人话？我怎么跟先生说话呢？给我尊重点！我尊重个屁呀，命都快没了。这王八蛋就是过来看我笑话的。陈长安，你不够朋友。当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至于行乞3000年；要不是因为行乞3000年，我会去青楼消遣。这一切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行乞3000年，还他妈一当就是3000年。难怪回来之后，不管别人怎么问，他什么都不肯说。又是恨铁不成钢的一巴掌，打得玄武道也是火冒3丈。爹，你怎么还打我？不该打你吗？行乞3000年，看尽世间冷暖，居然还是这样一个心性。你他妈这3000年到底是在行乞，还是在行嫖啊？人家是让你当乞丐，让你当嫖客了，你自己耐不住寂寞，自己想要堕落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说到底，还是你心性不够沉稳，定力不足，否则怎会如此？好，说得好。陈长安也是鼓了鼓掌，大叫了一声好。还得是当老子的，这觉悟就是不一样。玄武道，你看看你爹，再看你，难怪你3000年修为还只是不死境，你呀太堕落。难道说真的是我心性不够，沉沦美色，无法自拔了吗？玄武道此时看向了玄天玉，发现对方竟然是一脸兴奋喜悦的表情。啊，他在兴奋喜悦什么？爹，你咋的了？给我娶小妈了，这么开心？这叫什么话呀？我对你母亲忠贞不二，一片真心。没听见刚刚先生夸我了吗？老子比你强。这比我强，很值得高兴吗？不，
比你强不值得高兴，但是从先生口中说出这番话，值得庆祝。我操，老爹还真是陈长安的小迷弟啊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哎，别闹了，咱们聊点正事不行吗？操，我他妈到底怎么称呼啊？算了，不过就是一个称呼而已，没必要这么执着。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哎，行，我叫他亲爹，亲爹行不行？这样你不反对了吧？也不是不行。啊！我操，这都不行！哎，亲爹，你说我到底该咋办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把你交给洛神宫，无极宗就安全了呀。怎么的？你只管无极宗的死活，亲儿子的死活就不顾了呗？我连亲爹都叫了。这本就是你犯的错，没必要让无极宗陪着你一起承担。再说了，洛神宫只是要带你回去，也未必是杀了你。认个错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认个错？要是这么容易，还至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其一，你犯错在先，认错很正常；其二，认错了之后，他们再不依不饶，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；其三，我陪你去。陈长安陪着我去，这个办法好像还真的不错呀。去，我也去。大黄啊，你别给我惹事了，咱们是去解决麻烦的，不是制造麻烦，懂吗？哎，懂。我是那不着四六的狗吗？我就长长见识，开开眼界，我正经着呢。无极宗的人听着，将玄武道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洛神宫不客气了。敢问来者何人？洛神宫副公主花无泪。花无泪，想不到洛神宫的副公主居然亲自带人前来，看样子是已经打定了主意。如果无极宗不将人交出来，他们就要直接动手了。先前的事情完全是个误会，玄武道有错在先，但罪不至死，还希望……少废话，再说一遍，交出玄武道，否则便将你这无极宗夷为平地，鸡犬不留。喂，这什么话呀？你杀鸡就杀鸡，我招你惹你了？众人闻声看过去，发现了一脸不悦的大黄以及陈长安几人。谁是玄武道？你是？你看我像是那种流连于青楼的好色之人吗？哼，确实不像。你旁边那个倒是有点猥琐，这条狗亦是如此。怎么还这么以貌取人？以貌取狗呢？陈长咋的了？那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吗？那好看的人就他妈不能当嫖客啊？偏见，这都是世俗的偏见。真没有想到，堂堂洛神宫的副公主，居然也是如此肤浅之人。我不服，可以说我有罪，但你不能说我猥琐。我哪里猥琐了？不错，还有我这么可爱的狗狗，怎么就猥琐了？我天真活泼，不谙世事，纯洁的如同天边的云朵一般。你肤浅！哼，既然你是玄武道，那就跟我走吧。到了洛神宫，自有公主大人惩罚你。无极宗既然找出了罪魁祸首，那我们洛神宫便不与你们一般计较。没问题，玄武道，你们可以带走，不过我要跟着他一起去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？一起去？你去做什么？洛神宫不是谁都能够去的地方。哦，我不是谁，我是陈长安，所以我能去吗？陈长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花无泪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陈长安。那你跟我走吧。啊？刚才还那么霸气地说，洛神宫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地方，听到陈长安3个字就同意了？这同意的未免过于草率了一些吧？啥情况？又是你朋友？我哪来那么多朋友啊？洛神宫我只是听说过而已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不应该啊！我看这娘们儿的口无遮拦，该打。哎，或许是应该考虑再要一个了。大号不中用，只能练练小号了。陈公子，请。啊，好。按理说我如今的修为只是至尊境1重，对方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帝境界，而且第一次见面这么客气，有问题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何？长得好就是管用。你看人家陈长安就能随便聊，我他妈眼神不对都挨揍。大黄，你给我评评理，我冤不冤？你长得没有陈长安帅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可是他妈为什么我也要被你连累啊？我还想找人评评理呢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怎么是我连累的你呢？你自己长得猥琐，怪我？这一次不是花无泪动手了，而是大黄一爪子直接将玄武道再一次拍飞了出去。你这条狗不简单。当然不简单，我是狗王。大黄彻底的放弃抵抗，坦然的接受了自己狗王的身份。狗王能够做到这一步，称之为狗王都不过分。若是再进一步，岂不是成了狗帝？太玄界第一位狗帝，还真是有趣啊！这娘们儿笑起来居然这么好看。嘿嘿嘿，我就说了这洛神宫的。
玄武道刚回来，话还没说完一句呢，人就再一次的飞了出去。他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了这飞来飞去的感觉？我怎么感觉他有些乐在其中呢？你怎么会和这种人做朋友？都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陈长安居然会交到玄武道这种人当朋友，甚至他养的狗看起来都那么不着调，偏偏他一个人独善其身，这何尝不是一种修炼呢？修炼？难道说……佩服，陈公子果然不是寻常人，能够置身于淤泥之中，却一尘不染，洁身自好，这确实算得上是一种修炼，心性的修炼。见笑了，他们总是这样羡慕嫉妒，所以会想尽办法去试图毁我声誉，让我能够和他们同流合污。可以理解，毕竟你的卓而不凡，与他们两个格格不入，他们自惭形秽也是理所当然，想拉你下水更是正常。不过你能够一直坚持自己，也是令人佩服。哎，过誉了，陈某愧不敢当。他怎么可以如此无耻？还要不要脸？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？对了，陈公子，我这一次出来，除了要抓捕玄武道这个登徒子回去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，恐怕要耽误你几日。还有登徒子？并非登徒子，而是忘恩负义、玩弄女子真心、罪大恶极之人。我可以告诉你洛神宫的方向，你先走，我随后会赶过去找你们。哎，这我可就得好好说说你了。哎，你先别动手，我说正事儿。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？你这不等于让押送的犯人自己去牢房吗？你觉得犯人会乖乖的自己去吗？你就不怕我们跑了？你这对我也太不尊重了吧！你或许会跑，但我相信陈公子的人品，他会留住你的。他不是那种人。他不是那种人？妈的，明明最阴险的就是他，怎么现在他就成了正义之光了呢？陈公子，我就不与你多言了，还有事情要处理，麻烦你带着玄武道先行一步，我随后便到。这不如一同前去，我也想去看看热闹。你们洛神宫究竟是怎么对付这负心之人的？对，得去看，这可关乎我的生死。这也好，那就一同前去吧。虽说我放心陈公子，但这玄武道人品低劣，不可靠，容易欺骗陈公子。啊！我操！怎么说着说着又怪到我身上了？我是有罪，是犯了错，你们惩罚我不行吗？非得这么一刀一刀的往心里面扎？啊，对了，你要去的是什么地方？魔岭涂家。你要去魔岭涂家？你知道这个涂家？知道，这涂家是魔岭的第一家族，实力很强，比我们无极宗强不少。涂家的实力略逊色三大家族吧，主要是涂家的老祖，据说只差一步便到了大地巅峰境界，可就是这差的一步，实力却是天壤之别。这花无泪虽说是洛神宫的副公主，可毕竟不是公主那种大帝级别的巅峰强者，她就这么过去，涂家能够任由她为所欲为？怎么感觉这中天域的势力乱糟糟的呀？乱吗？不乱吧。三大宗门对应的是宗门势力之中最强的代表，三大家族对应的是家族势力之中最强的代表，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堆，都是各种势力之中的代表。中天域目前还并没有哪个势力敢放话自己就是第一势力。什么情况？这是有人突破了？大地巅峰？难道是？这个地界能够有人突破到大地巅峰，恐怕便是那涂家的老祖了。真是奇怪，涂家老祖困了数千年没有突破，怎么突然就突破了？还去吗？去。明知不敌还要去？公主的吩咐必须执行，洛神宫向来没有退缩的习惯。哪怕是送命也要去？没错。洛神宫的人脑袋是不是有点太木讷了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这么做，可能该杀的人杀不了，反而会连累你和其他人的性命。有些时候要变异行事，不能死板，动脑子得用脑子。你说的对，但我还得去。别劝了，让他们去吧，咱跑啊！他跑了，洛神宫就得对无极宗动手，事情就又回到了原点。你呀，就是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怎么能看着这些单纯的姑娘去送死呢？怜香惜玉？啥意思？你他妈还想去帮忙啊？那可是突破到大地巅峰的强者呀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萍水相逢就这么大方？虽说这三个妹子长得都不差，你也不能下这么大血本吧？什么怜香惜玉啊？没什么。你说洛神宫在这个方向对吧？没错，是这个方向。一连三声闷响，花无泪三个人直接晕倒在地。啥情况？刚才不还说怜香惜玉吗？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你把他们都杀了？我操！你辣手摧花，你也太狠了吧！有病吧？是不是死了你看不出来？晕过去了而已。大哥，你这操作啥意思？我咋看不懂呢？打晕了，他们不就不用去送死了吗？这叫怜香惜玉，懂不懂？这样的怜香惜玉，还他妈真是第一次见。那跑啊！跑个屁！
带着他们去洛神宫。你不想要解决问题了？玄武道想了想，随后点了点头，嘿嘿一笑，就想要去将花无泪抱起来。滚蛋！你不想活了？要是让花无泪知道被你抱了，你信不信他会弄死你？啊？那怎么办？当然是我抱，我是正人君子。玄武道和大黄不约而同地干呕了起来。你正人君子，人家夸你几句，你是真的飘啊，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？那儿还有2个呢。哎，那我就受点累吧。说完之后，陈长安将花无泪放在自己的背上，把另外2人一手一个抓在手中。走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得赶路呢。无耻！你他妈是真无耻！3个，你1个不留啊！滚蛋！我这是为了你们好。你们2个品行恶劣，他们不会让你们碰一下的。咱们是去解决麻烦的，不是制造麻烦。况且我不会随便占人便宜。你们2个，说不好。不对啊，那2个能被你打晕也就罢了，花无泪可是大地境界，这他妈也是能够打晕的。灵魂，禁过了灵魂就好了。连他妈大地境界强者的灵魂都能禁锢，我操！哎哥，你这本事能不能教教我？你太牛了！你去了洛神宫，将所有人的灵魂都禁锢了之后，你岂不是可以？这脑子里面是不是除了这件事，就不能装点别的了？做人就不能健康一点，不屑与尔等为伍。切，他还不屑上呢。大黄，你说吧，要是你会不会这么干？我不干，我是狗。站住！这里是洛神宫，你们……哦，副公主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对我们副公主做了什么？上！洛神宫弟子不由分说，直接就要动手。这洛神宫的人果然脑子有病，都不给自己说句话的机会。况且花无泪什么修为，他都被弄晕了，你们还敢动手？送死吗？退下！陈长安沉声一喝，洛神宫弟子瞬间倒飞而出。行了，你们3个也可以行了。看到此时情况，花无泪3人都是脸色一变，连忙和陈长安拉开了一些距离。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救你们的命而已。现在已经到了洛神宫，你们也不用再去屠家了。洛神宫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够和公主先汇报一声了。陈公子，我希望下一次你不可如此鲁莽。副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此人胆大包天，居然敢……可话还没有说2句，便被花无泪抬手制止了。人家已经手下留情了，否则的话，你们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我要带他们去见公主，你们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是，副公主。花无泪并没有继续多说什么，直接带着陈长安他们来到了洛神宫的大殿之中。妈呀，这就是洛神宫的公主！公主，我将人带回来了，2个，还有条狗。花无泪简单的将事情讲述了一遍。此人便是将我们洛神宫分舵，当成了青楼之人。这一位叫陈长安。陈长安，什么情况？认识我？这个当徒子是你的朋友？不错，他是来认错道歉的。虽说玄武道有错在先，但罪不至死。他这个人啊，有些恶习，但并非坏人，不知道能否饶过他一次。玄武道也不是傻子，于是呢连忙开始道歉。玄武道的道歉，洛依依并不在意。从始至终，洛依依的眼神都放在了陈长安的身上，这让大黄和玄武道都很好奇啊。有秘密？这2个人不会是有故事吧？陈长安，你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你。洛依依的一句话并没有让陈长安过多的惊讶。陈长安有些想不通的是，自己干过什么事情会让洛神宫这2位公主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呢？你不惊讶，但是疑惑，是因为想不明白我为何会知道你，对吗？不错，正是如此。算起来，陈长安，你有我是同门。同门？我去，师傅还有徒弟？不对啊，师傅慕云瑶说过，他一生就收了我1个弟子。他没有跟你提过我吧？不错，师傅没说过还有另外的弟子。因为我不算正式弟子，不过是当年慕云瑶前辈看我可怜，帮过我很多，虽无师徒之名，但有师徒之实，在我心中，他一直都是我的师傅。我师傅来过你这里？果然聪明，不愧是能够被前辈看中的人。大概2年前，前辈突然来到了洛神宫。2年前，慕云瑶突然降临洛神宫，而慕云瑶的目的很简单，交代了洛依依，若是日后遇到陈长安，不要与之为敌，若是陈长安有什么困难，能帮就帮。去将洛神宫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。是，公主。他能走了吧？走吧，不过以后小心点，再把我们洛神宫分舵当青楼，我亲自去你们无极宗。陈长安，兄弟走了。陈长安，认真一点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
重要的事情？洛依依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和我说？什么事？当所有弟子全部到齐之后，洛依依这才表情严肃地说着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洛神宫公主就是陈长安，而我和花无泪都是副公主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就连陈长安也是没有想到。这洛神宫不是全部都是女人吗？让自己一个男人当公主，怎么想的？这其中唯一一个处于兴奋状态的，恐怕就是大黄了。妈的，这回能在高级青楼安家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重要的事情。这洛神宫是你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为何要让我当公主？我能够有今天，是因为慕云瑶前辈，所以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。但慕云瑶前辈并不需要这些，他也不屑于这些俗世的东西。我想要报恩，你最合适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洛神宫的公主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当不当，你以后都是。这还真是强买强卖啊！不管我同不同意，洛神宫从此对外都是宣布陈长安就是公主。你这样我很为难的。不用为难，这我就确实不公了。前一句话还是很为难，后一句话就同意了。谜一样的男人，而且对方必然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男人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洛依依见过公主大人，花无泪见过公主大人，洛神宫弟子见过公主大人。我就知道跟着你混保准有好日子过，你真够兄弟，这就带上我过上好日子。以后还去个屁的青楼啊，这洛神宫不香吗？大黄兴奋地给陈长安传音：“你还有事？”真正重要的事情我还没说呢。真正重要的事情？当初前辈来到我这里的时候，曾经吩咐我做过一件事情，调查一种特殊珠子的下落。我吩咐洛神宫所有弟子去调查过，就在前段时日，还真的有了一些眉目。珠子？胎珠？我去，这师傅实在是太贴心了，就知道他一定会为了我珠子的事情有所行动。那珠子所在何处？我们洛神宫弟子只是调查出来一些眉目，有没有，是不是，现在都无法确定。不如公主先等些时日如何？等到消息确定之后，我会禀报于你。对，急什么呀？不着急，先住一阵子。若不是，岂不是白跑一趟？好，那我就先等等。那我让人为你准备住处，还请公主大人稍等。自从陈长安住在了洛神宫之后，每天都看不到大黄的影子。这王八蛋，真把这儿当高端青楼了，天天找那些女弟子，跟他们关系处的那叫一个铁。也不知道陈家如今的情况如何了。集齐胎珠之后，或许该回去一趟。家主怎么办？如今这荀家和孙家都对这灵脉虎视眈眈的，恐怕不日便会对我们陈家出手了。家主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当年陈长安和陈云轩离开之后，陈正元便利用陈长安留下来的那些资源，努力提升陈家的实力。陈正元也不知为何，陈家似乎转运了一般。前不久，陈家弟子外出历练，便发现了一座灵脉，而且还是中品灵脉，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！荀家和孙家都有洞虚境强者坐镇，恐怕咱们不是对手。罢了，衍生事端，这灵石矿脉，咱们陈家可以和他们两家共同开发。陈家实力太弱，根本就无法和对方硬碰硬，低调隐忍才是正确的。真是可恶！这灵脉明明是我们陈家发现的。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，实力为王，没有实力就只能够被他们欺负。说是老祖在，我看他们谁有这样的胆量。老祖？哪里需要老祖出面？就是云轩在，他们也不敢。没错，云轩这小子如今可真是出息了，不愧是老祖亲自培养的天才。想到老祖和云轩这小子，我觉得咱们忍一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等到云轩和老祖归来之时，失去的一切都可以夺回来。好笑，当真是好笑啊！一个小小的陈家，居然还有老祖。你们口中的云轩，不会是人榜第一陈云轩吧？来者何人？我是谁，也是你们配知道的吗？告诉你们，那灵脉我们仙云宗要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们陈家和那灵脉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仙云宗？仙云宗怎么会知道灵脉的事儿？你们仙云宗未免太霸道了吧！这灵脉本就是我们陈家发现的，是属于我们陈家的。你们仙云宗实力强大是没错，可是你们最好想清楚，我家少家主乃是陈云轩。真以为你们都姓陈，就是一家人了？陈云轩是什么人物，也是你们高攀得起的，还少家主，简直可笑。就算陈云轩真是你们少家主又如何？
他天赋确实不错，小小年纪便拥有了洞虚境的修为。但我仙云宗可是有至尊境强者存在，他陈云轩就算是在这儿又如何？你们仙云宗当真要独吞灵脉？就你们陈家的实力，这灵脉就是给了你们，你们守得住吗？除了我们仙云宗，谁配拥有？告诉你，这一次我是来通知你们，若是你们不知好歹，后果如何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好，我后果如何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陈正元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，让所有人都是一愣。你是何人？哦，我吗？陈家家主之子陈云轩。陈云轩？陈云轩当真是陈家人？不对，他说自己是陈云轩，难道就真的是吗？小子，你不会是想说，你还是那人榜排名第1的陈云轩吧？这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大有人在，别以为你也叫陈云轩就可以。这样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吗？你当真是人榜第1陈云轩？怎么可能？陈云轩怎么可能会是这种小家族的人？回去告诉仙云宗宗主，若是再敢打陈家的主意，我会亲自前往仙云宗灭他满门。爹，各位长辈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怎么突然跑回来了？人榜结束之后，我便想着回来看一看，这仙云宗的人为何找陈家的麻烦呢？唉，是因为咱们陈家发现了一座灵脉。爹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吧，我回来一趟也不会待得太久，毕竟我还要准备地榜争夺战的事情。处理好了这些事情，我可能就要走了。这么快？也罢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外面的世界更适合你。对了，此次外出可有见过老祖？见过了。见过了。老祖如今如何？很好，很强。出去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老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。以前的我们见识太浅薄了。云轩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仙云宗？灭掉仙云宗吗？我听说仙云宗之内有至尊境强者坐镇，实力很强。你如今的修为……我的修为已经是洞虚境8重了。竟然已经洞虚境8重了？地榜开始突破至尊境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还有2年多的时间，足够了。阁下便是人榜第1，陈云轩。不错，洞虚境8重，果然不假。先前之事，乃是我仙云宗考虑不周，没想到陈家便是阁下所在的家族。此次登门拜访，也是为了表达歉意，希望陈家能够网开一面，不计前嫌。既然你没有诚意，若是咄咄逼人，反倒是我陈家的不是。这样吧，此事我做主，林家陈脉可以分你们2成，到时候我们共同开发，你们觉得如何？这何如使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你们说对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就不矫情了。从此以后，陈家的事情就是我们仙云宗的事情，我们必然会和陈家结为同盟，永不背弃。好，剩下的事情日后你们和我父亲交涉便好，我还要去准备地榜争夺战的事情，不会久留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云轩，你这么做是何用意？爹，我以前遇见事情只知道用拳头解决，但是老祖告诉过我，做事要用脑。用脑？我不会一直留在陈家，以陈家如今的实力，很难能够做到真正的独霸一方，所以陈家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。我的名字镇得住一时，但是也不能保证别人不会放手一搏。在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之前，陈家需要的是帮手，而不是四面树敌。仙云宗就是一个不错的帮手，只是提供2成灵脉，换来一个强大的帮手，很值。云轩，你真正长大了，你想得更周全，更周到。没错，有些时候确实应该用脑子，你做得很好。爹，这里有一些东西是我在外面历练的时候获得的，如今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了，就留给陈家吧。看到陈家如今安然无恙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我要走了。洛神宫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当然要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洛神宫的女弟子太多了，那我不能厚此薄彼不是？咱们得雨露均沾，这不是忙了一点吗？咋啦？想我啦？想扭屁？过瘾了吧？过瘾了就走吧。走？干嘛去啊？这他妈就是仙境啊，为什么要走啊？不走，我还没待够呢。
有2位小姐姐可是说好了，过几天还要带我去芬多转一圈。芬多还没有去过，都是没见过的小姐姐，嘿嘿，真好。你他妈要不要脸？你自己多大年纪，心里没点数是吧？一口一个小姐姐，你以为你他妈是个孩子？我知道你羡慕我，羡慕我如此受欢迎。哎，我理解，毕竟你不是狗。我羡慕你，你信不信我一句话？整个洛神宫可以视你如无物。哎，别，你看看这儿干嘛呀？都是好兄弟，你不会这么做的，我知道。滚一边去，那边我给你弄了个狗笼子，你不是喜欢当狗吗？啊，去住吧。啊，狗笼子！我操，陈长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这几天没事干，就同顾这玩意儿了。量身定做，只此一份，别无分号。怎么样，我对你好吧？陈长安冷笑一声，直接一脚将大黄踢进了狗笼子里面。我操，陈长安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狗笼子我都冲不出去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加固了一下。我发现融合了第7颗胎珠之后，多了一种能力。我操，又有新能力了！每一次陈长安融合了胎珠之后，都会附带着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出现。什么能力？这么恐怖啊！哎，这一次融合的是哪个部位？大黄好奇地看向了陈长安，想着想着，大黄不由自主地向着某个关键部位看了过去。别他妈乱看，不是那儿，那是哪儿啊？是经脉。融合之后，我发现我能够在任意物体上面随意地布置出一道禁制，但效果如何我还不清楚。这不是拿你练练手吗？任意物体上面随意的布置一道禁忌，我操，这也太狠了吧！这天地算不算是一种物体啊？天地算不算是物体？如果说天地都可以禁止的话，那这天地之间，陈长安恐怕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哎，你说这禁制能困住你师傅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这禁制不会只是能够将人困住吧？我所随意的布置一道禁制，没说布置一道禁制。你的这个是牢笼禁制，能够把人困住，也有防御的作用。当然还有攻击禁制，要不你也试试？哎，别，还是算了吧，我就不用试试了。但你这个能力还是有个缺点，若是不需要任何物体这个媒介的话，或许会更强。若是不需要通过物体这个媒介，那陈长安随手一挥，一道牢笼禁制便可以让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同样别人也无法攻击到里面的人。虽说陈长安如今不需要，但没准以后会有用，更何况这能力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。我操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别走啊！你先把我放出来再说嘛！陈长安，你大爷的！见过公主大人。有眉目了吗？什么？珠子。我说公主大人，你留在洛神宫就为了那颗珠子？男人不都是好色之徒吗？这么多美人，你无动于衷？女人多了很吵很麻烦。不说这些，珠子的事情还没有具体的消息吗？没有那么容易。根据我们洛神宫得到的线索，这颗珠子很可能曾经在九幽涧出现过。九幽涧这个地方是九幽大帝的地盘。我师父曾经说过，九幽大帝的实力在太玄界排得上第2，能够被我师父承认的第2，实力绝对不会弱。所以你们的人没有办法继续打听更多的消息。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珠子可能在九幽涧这个地方的？九幽涧这个地方虽说比较排外，自成一体，但也并非没有外人进入。我们能够得知这珠子的来历，还是因为当年这件事情在九幽涧比较轰动，所以一打听就听到了关于珠子的一些信息。只不过如今那珠子的具体下落还没有打听到而已。比较轰动？什么事情？不知为何，九幽大帝已经活了这么多年，大约在5000年前突然迎娶了一位小娇妻。这件事情竟然轰动了整个九幽涧，所有在九幽涧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去了。就是在这喜宴之上，有人将一颗珠子送给了九幽大帝，听说九幽大帝还十分喜欢，当场就送给了这位小娇妻。这珠子和慕云瑶前辈形容的比较像，所以珠子如今在这位小娇妻的手上？原本应该是，但九幽大帝这位小娇妻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所以珠子如今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恐怕只有九幽大帝知道。我们的人，既然九幽大帝知道，直接找他就是了。那你让我等什么？难道洛神宫的人还能够跑去调查九幽大帝？我怀疑九幽大帝或许会将那珠子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埋葬。我打算……这不是扯淡吗？洛依依，你还打算去挖了九幽大帝妻子的坟？如果打探出来珠子真的被埋在了他的墓中，我有这个打算。你是让他们去送死吗？洛依依，你也是大帝巅峰强者，九幽大帝既然如此喜欢这位小娇妻，你觉得他会不在小娇妻的坟墓之中设下禁制？你的人刚进去，
恐怕就会被发现。到时候你们整个洛神宫都要承担九幽大帝的怒火。你是大帝巅峰，你能跑，他们呢？除了死，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？这我也没想这么多，我只是想要完成前辈的吩咐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柱子真的在怎么办？让你的人回来吧，我亲自前往九幽界找九幽大帝谈谈。你亲自去？九幽大帝的实力，算了，我去更没用。那我将洛神宫弟子在九幽界的落脚地告诉你，到了之后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询问他们。我就先去处理一下涂家的事情吧。哥，大哥，可以放我出来了吗？太皇，你喜欢这里吗？不喜欢，一点都不喜欢了。大哥，以后你就是我大哥行不行？你这意思以前不是？啊，不，以前也是，以后也是，永远都是。哥，你快把我放出来吧，这地方那么小，都快憋屈死我了。啊，我要出门了，这一趟恐怕要好几个月。你老老实实看家，一会儿我给你扔几块骨头，放心，饿不死你。啊，出门了几个月，还他妈让我老老实实看家，陈长安，你他妈比我还要狗！哎，哎，哎，你他妈够了！出来半个月，你他妈挨了半个月，这么喜欢，那你回去住狗笼子去。哎，我以为我可以，但是我没有。我那些心爱的姑娘们就这样离我而去。闭嘴！你他妈还要唱两句怎么着？哪儿学的这一套？看着大黄这模样，陈长安就想踢他一脚。明明是狗，整得跟个人似的。你不懂，你真的不懂。哎，你这个没有爱情的男人。你现在回去也来得及，狗笼子我还没拆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忍心离你而去呢？哎，走走走，去去九幽界。太皇，你再这么不着四六，以后出门我会给你带上一条铁链子。铁链子？这一个铁链子就想困住我，简直是笑话。你是不是忘了禁制的事？我能在狗笼子上面布置，铁链子为何不可？我操！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哎，大哥，你别这么说话，你伤感情了啊！这都是好哥们儿，说什么呢？谁跟你好哥们？少废话，抓紧时间赶路。哎，得了，大哥，骑狗不？你他妈以后不许再进玄武道，越来越他妈猥琐。以前的大黄虽说也不着调，但还不至于猥琐。可如今这货是越来越不着四六了，一点身为麒麟的觉悟都没有了，反而越来越狗。这不会是化形的时间久了，灵魂都变质了吧？呵切！无极宗正在禁地关禁闭的玄武道突然打了一个喷嚏。奇怪，都已经不死境了，怎么还会打喷嚏呢？莫非有哪位青楼的姑娘思念于我？看来我还是有些许魅力的，可惜出不去了。来人了。师弟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好得很。要不你来陪我待一阵子？我就不了，我也没犯错，也没逛窑子。我记得你以前不这样啊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特意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有事问你，听说那叶知秋的师傅是陈长安，是不是你认识的陈长安？你说的是人榜第2的那个叶知秋？不错，就是此人。听说此人的师傅是一个叫陈长安的人，所以我来问问你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没听陈长安提起过呀。怎么了？叶知秋要挑战九霄宗的剑道天才林道义，九霄宗邀请我前去观战。这个李道义是最近100年冒出头的一个天才，在剑道方面很有天赋，如今只有80多岁，但修为已经达到了至尊境。挑战就挑战，你跟我说有啥用？我现在哪儿也去不了。太上长老发话了，如果这个叶知秋真的是陈长安的徒弟，让你跟我一起去，以免发生一些意外，咱们得站在叶知秋这一边。啊，不关禁闭了，走。此时的九霄宗也是聚集了不少人，都想要围观这一次的战斗。我可以肯定，他就是陈长安的徒弟。为什么？小动作，这小子有些小动作和陈长安一样，我估计他有意无意的在模仿陈长安，应该是崇拜陈长安吧。你就是叶知秋，洞虚境7重，果然够妖孽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至尊境5重了。至尊境5重嘛，所以我才要挑战你。
寻常的对手不值得我挑战，但你可以。啊，好狂妄的小子！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了。动手吧，让我看看你这后起之秀是否真的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。听到这话，叶知秋眉头微微一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话音未落，一股强大的剑意从叶知秋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。感受到叶知秋的剑意，李道义顿时脸色大变。剑意大圆满，你的剑意竟然已经领悟到了大圆满境界。我输在了什么地方？不够专一。不够专一。李道义虽说也是剑道天才，但他学的太杂了，所追求的往往都是那些强大的招式，过于喜欢炫技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不管是在电脑天赋上，还是在实力上，我都输了。我输了。胜负已分，叶某便告辞了。等等，叶知秋，你先等等。不知这位前辈还有何事？跟我去一趟无极宗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我认识你师父陈长安。你当真认识我师父？废话，前段时间还在一起，刚分开不久。不相信？那我说大黄，你总应该相信了吧？大黄，叶知秋见过前辈。玄武道这是要干嘛？让叶知秋去无极宗什么目的？师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无极宗宗主传音问道。你傻呀！叶知秋人榜第2，战力逆天，这多好的一个拉拢机会！你这宗主怎么当的？家里有没有未出阁的女眷？别管什么孙女、重孙女、玄孙女的，都拉出来。要是成了，以后咱们无极宗可就抱上大腿了。你以为抱上的只是叶知秋？不，还有陈长安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另一边，陈长安此时已经带着大黄来到了九幽涧。我是洛神宫公主，我来到这里的目的，洛夫公主应该已经和你们说了。你们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回公主，珠子是否在九幽大帝亡妻的坟墓之中这件事情，我们并没有调查出来。不过，我们倒是调查出来了另外一件事情：1000年前，是九幽大帝亲手杀了自己这位小娇妻。啥？杀妻正道？九幽大帝一生未娶，过了那么多年，突然娶了一位小娇妻，本就奇怪，如今亲手将对方杀死，更加奇怪。这王八蛋不会也修炼了什么奇怪的功法吧？怎么着，他还想来个断情绝爱，斩断七情六欲？不是说这九幽大帝十分宠爱这位小娇妻吗？为何会亲手斩杀？根据九幽界的传言，九幽大帝一生未娶，但手底下义子众多，共有100多个。这100多位义子，个个实力不凡。九幽大帝娶妻之后，闭关一次便是100年。这位小娇妻耐不住寂寞，便和这些义子私通。据说和他私通的义子多达数十人。被九幽大帝发现之后，便亲手杀了这不守妇道之人。就算这小娇妻耐不住寂寞，不守妇道，那这群义子都是傻子不成？九幽大帝的夫人，他们也敢染指？这不是茅房里打灯笼找屎吗？要不是除了这小娇妻就没有女人了，真的憋不住可以去外面找啊，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你觉得这个传闻的真实性如何？九幽大帝的义子们个个实力不俗，应该不至于如此没脑子吧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也曾经怀疑过，但九幽大帝的义子确实有数十人，至今没有再出现过。很多人怀疑，这些人也被九幽大帝击杀了。从这件事情之后，九幽大帝同样开始闭关不出，已经近1000年之久了。动不动就闭关，按理说九幽大帝拥有这样的实力，天赋应该不差，为何活了这么多年却迟迟没有突破飞升？究竟是他不想飞升，还是有什么事情困住了他，让他无法飞升？公主，您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多少有些蹊跷。不管怎么样，恐怕都得去一趟九幽殿。你师父是慕云瑶，他这般天才还没有飞升上界。我师父不飞升，自然有他不飞升的道理。九幽大帝前辈，你不也是太玄界资格最老的强者吗？我看你不也是没有飞升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，当真以为你师父是慕云瑶，便可以对我如此无礼了吗？行了，你这手段吓唬吓唬别人还行，在我这没用。面对九幽大帝强大的威压，陈长安平静如常，这样的反应让九幽大帝心头一惊。不愧是能够被慕云瑶那种妖孽甘愿收徒的人，这小子果然不一般。至尊境1重的修为，居然可以无视我的威压，难道是慕云瑶在这方面对他进行过某种训练不成？啊，这条狗！
陈长安不受影响也就罢了，这条狗居然也活动自如。九幽大帝活了这么多年，自认为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见过，可今天着实是让他有些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你师父让你过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不是我师父让我来的，而是我有事情要找你。我听说当年你成亲送给娇妻一颗珠子，那珠子如今在什么地方？你也是为了珠子而来？啊？什么叫你也是为了珠子而来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你那个小娇妻也是为了珠子？陈长安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。你的妻子没死？如此看来，你是听到外面的传言了。假的，都是以讹传讹罢了。我九幽大帝的义子，怎么可能会与我的妻子私通？他们不会做，更不敢做。我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女子，能够让你动心？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也对珠子感兴趣吗？那个东西我研究过，除了好看之外，一无是处，没有任何能量波动，坚硬无比。为什么你们都对它感兴趣？我不知道你那小娇妻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只能说，这珠子原本就是我的东西，只不过当年因为一些原因流落在外，我如今只不过是想要找回来。而且这东西整个太玄界只有我能用，其他人就算得到了也使用不了。所以我更好奇你这位娇妻想要这珠子做什么。我让人去调查过，只不过近1000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就连我派出去的人也都丢了性命。看来我一直都小瞧了他，他的背后很神秘，应该是很强的势力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在这太玄界，居然还有我都不知道的隐藏势力存在。你想要找到珠子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一个连九幽大帝这种活了最久的老牌强者都不知道的势力，难道说这股势力存在的时间比九幽大帝还要久远？那我的师父知不知道？你为什么会猜测这是一个隐藏的神秘势力？因为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如此像他的人出现在我身边，说明他背后的人知道我，了解我，并且对方可能活得比我还久。一个这样的人物一直隐藏在暗中，要说他没有组建一个神秘的势力，我是不相信的。你从未娶妻，便是因为当年的那个他不在了？往事而已。所以你不飞升，便是为了等到他的轮回转世？这一等便是几万年。我可以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你走吧。陈长安知道九幽大帝的内心深处或许真的有一段难忘的故事，所以并没有继续打扰，带着大黄离开了九幽殿。怎么办？珠子的事情直接断了线索，这要去什么地方找啊？九幽大帝派人找了1000年都没有任何下落，这玩意儿不会是让人给用了吧？用？这东西除了我，别人没用。可对方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都要找到这个珠子呢？目的是什么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为了你啊？为了我？除了我师父之外，还有谁会为了我寻找珠子？而且还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事情还真的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。九幽大帝会不会是骗你的，不想要将自己的丑事传扬出去？别乱猜了，这珠子必然被有些人觊觎了。陈长安从来都没有想到，居然真的会有人觊觎这胎珠，更加想不通对方要这胎珠的目的是什么。我倒是希望他们是奔着我来的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主动现身，否则的话，这胎珠真的要石沉大海，下落不明了。走吧，先回洛神宫。看到陈长安这么快的回来，洛依依也充满了好奇。这么说来，珠子彻底没有线索了。那公主大人，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凉拌吧。凉拌？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不然呢？哭吗？以后这洛神宫还是你来当公主吧。我真的不习惯待在同一个地方。你要走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行，走可以。公主的位置还是你的，你就当个甩手掌柜就好。我走了之后，也帮我多留意一下太玄界各方面的消息，能有消息最好，没有也无所谓。若是有什么可靠的消息，找不到我，你可以派人去天机阁找望天机，他有能力找到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是打算刚回来就走？出去转一转，待在这里，消息不会自己飞过来的。2年后，此时距离地榜争夺战仅剩下了3个月的时间，不少人都开始启程动身前往太华之巅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如今这太华之巅并非是什么人都能够上去的，想要上去需要够资格才行。太华之巅已经被一道不知名的结界给笼罩了，
寻常人根本就无法靠近。就算是参加的选手，也需要经过一块石碑的测试，通过测试之人才能够进入太华之巅。至于怎么才算是通过测试，那就不清楚了。我就听说了那么多。听到众人谈论的内容，陈长安也十分的好奇。这太华之巅下面，居然还弄出来了一个测试的石碑。陈长安和大黄在外面游历了2年，2年之中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珠子的线索，仿佛剩下的2颗珠子压根就从来不曾存在一样。哎，你说咱们2个会不会也需要测试，才能够进入太华之巅呢？还是说咱们2个也进不去啊？能不能进去，到地方不就知道了。不过我应该没问题，任何结界对我都没用，就算是天道布置的结界，应该也是如此。妈的，真变态！以前我怀疑你是天道的亲儿子，现在我感觉天道是你亲儿子。行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咱们也可以赶路了。哇，这狗狗好可爱呀！左爷爷，我要这条狗狗，你帮我把这狗狗要过来好不好？小子，我家云霜看上了你的狗，这是你的荣幸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乖乖把狗给我送过来！妈的，他本大爷当什么？你大爷的！你说送就送过去啊？你算老几啊？这会说话的狗，你懂个屁！会说话那就是妖兽。好，好，好，居然还是一头妖兽，这样就更好了。左爷爷，他居然还会说话呢，太好了！小子，你没听到我的话吗？当真以为自己是至尊境的修为就可以无视我吗？想要我的狗，你先问问他同不同意。大黄，养他。听到陈长安的话，大黄不悦地翻了个白眼。如此人性化的表现，让云霜更是喜爱不已。一条狗就算是妖兽又如何？你真当以为我……老者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大黄直接冲上去就是一巴掌。好强的狗！走吧，不为难你。你祖爷爷都跑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云霜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尝试着动一动自己的双腿，却发现还是无法动弹。大黄，咱们还是走吧。陈长安算是看出来了，自己不走，这个叫云霜的人压根就不敢动了。当陈长安和大黄离开了之后，他才像是解除了束缚一般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好可怕！太华之巅，为什么我无法通过测试啊？不公平，这绝对不公平！不是说好了，除了人保500名之外，30到100岁的人同样可以参加的吗？我明明符合要求，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很多人都进行了测试，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。妈的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个的都会失败。我来。当对方的手掌触碰到石碑的那一刻，出现了微弱的光芒。测试失败，不符合参加资格。妈的，不符合资格！你倒是说说，究竟为什么不符合资格呀？什么都不说，你他妈闹着玩呢！老子砸了你这破石碑！壮汉怒极之下，直接一拳轰向了石碑。然而，当拳头触碰到石碑的那一刻，一股强大的能量直接反弹到了壮汉的身上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整个人倒飞了出去，气息全无。死了！你们刚才感应到了没有？石碑所反弹回来的威力是他发出那拳威力的数10倍，甚至是100倍。真是个棒槌！这石碑乃是天道布置下来的，他竟然还敢如此放肆！我过了，我通过测试了。突然，一个人的大笑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年龄67，修为化神境7重，战力3星，合格。什么意思？战力3星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合格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文字出现。战力是什么意思？妈的，谁能解释一下这个战力到底什么情况？他妈居然能合格，我不服！我年龄比他小，修为比他高，为什么我失败了？妈的，老子快要疯了！谁能给我解释解释啊？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每一层境界都有一个战力评估，只有达到一定的战力才会拥有资格？比如说，同样都是化神境，但因为其他测试的人战力达不到3星，所以失败了。先前的2个人虽然境界有所差别，但战力都达到了3星，符合标准，所以通过了。突然，一个人的分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仔细思索了一番，似乎还真的有些道理。陈长安带着大黄来到了太华之巅山下的时候，这里已经人满为患。咱们好像来的还是有点早，那测试石碑你要不要去试试？我要不参加地榜，我去试试嘛。我刚才可是听说了，这东西能够测试出战力，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战力如何？相比战力，我更好奇，这么多人，这地榜的争夺战要怎么开启？太华之巅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容纳这么多人。
我总感觉这地榜不是普通擂台赛那么简单。你们看，3大家族的人来了。毕竟是地榜争夺战，没有人会不重视。每个势力都派出了不少的强者保驾护航。哎，你说，他们两个还记不记得当初的那个赌注了？大黄看着远处神情得意的聂鹏举和叶流云，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我现在要是出现的话，他们两个会不会再次落荒而逃？哟，两位都在呢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来，咱们上一次的赌局还没有结束呢。”陈长安声音出现的那一刻，聂鹏举和叶流云这两个人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呢？不会真的要继续完成赌局吧？那以后这老脸往哪儿放？原来是陈。聂鹏举轻咳一声，缓解了一下自己的尴尬，想了想，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陈长安。陈什么？我正找你们两个呢。咱们上一次的赌局还差最后一步了。今天这里人也不少，大家做一个见证，就了结了，如何？了结？这怎么可能？别说这里人多，就是没有人，他们两个也不会同意。四周众人议论纷纷，都很好奇他们之间的赌局究竟是什么。古家这一次过来的人是古天元，面对陈长安，古天元也是有些情绪复杂。明明是古凤瑶的未婚夫，可这小子的辈分太高了，古家老祖在他面前都要矮一头。小小古，你也来了。陈长安的一句话让古天元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！妈的，你就不能换个称呼啊？小小古是什么玩意儿？来了，你挺好的。好，非常好。你在这就正好了。当初你可是见证人。两位，我说的对吧？陈长安的话让聂鹏举和叶流云两个人十分的慌乱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这怎么下得来台？跑？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进退两难。洛神宫副公主花无泪见过公主。这一幕别说其他人懵了，就算是认识陈长安的人也懵了。紧随其后，青云宗的人也过来拜见。师傅，弟子来了。天剑帝称呼陈长安为师傅，这绝对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看起来最近有所收获。这还是多亏了师傅的帮助，我的剑道领域终于成型了。不错，加油努力，或许距离大地巅峰也就不远了。是，师傅。虽然有这么多人打岔，但是陈长安可是没有将聂鹏举两人忘在脑后啊。两位怎么样？开始吧。别，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？当初是我们两个不懂事，这件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我们两个欠你个人情，日后必定好好报答你。倒也不是不行，你们两个人欠我一个人情，我想要你们什么时候还，怎么还，我说了算，你们不能够拒绝。要么答应，要么现在继续完成赌约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也答应你。原来他已经这么强了吗？长孙家的实力不弱，虽说不如三大家族，但也紧随其后，能排得上第4、第5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没有勇气，没有底气去面对如今的陈长安。或许对方早就已经将当年的事情忘记了，这不过是自己的执念罢了。哎，你们快看，这不是顾仙儿和古凤瑶吗？顾仙儿和古凤瑶两人来到了陈长安面前。公子，你来了。长安哥哥，我们没来晚吧？你们两个既然来了，就去测试一下。我也很好奇，你们两人的战力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级别？是，公子。好的，长安哥哥。在众人的关注之下，顾仙儿和顾凤瑶两个人将手放在了测试石碑之上。随着石碑剧烈的晃动，一道刺眼的金光从石碑之中绽放而出。有点意思，不会超越了9星吧？陈长安看着测试石碑，淡笑着说了一句。金光退散，测试石碑上面出现的文字终于进入到了大家的视线之中。年龄35岁，修为至尊境2重，战力80星，合格。年龄26岁，修为至尊境2重，战力81星，合格。懵了呀，所有人都懵了，他们完全无法想象这80星的战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呀。公子，我们测试的结果很惊人吗？在你们之前，连战力9星的人都没有，你们说惊不惊人？测试仍在继续，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动静。不少人够资格，但是战力评级却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啊。突然，一道猛烈的金光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陈长安也注意到了那边的情况，这金光出现的程度不比顾仙儿他们两个人的差，甚至看起来似乎更强烈一些。又有妖孽到来了吗？会是谁？陈云轩还是叶知秋？
此人所在的位置距离陈长安他们很远，但是不妨碍陈长安察觉得到对方的气息啊。原来是这小子。公子认识，是陈云轩和叶知秋。不是这两人，是李希夜。走吧，咱们也过去看看热闹。年龄21岁，修为至尊境1重，战力89星，合格。李希夜看到测试石碑上面的结果，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师傅，弟子李希夜拜见师尊。不错，你进步很快，进入忘情了。是，师傅，已经到最后阶段，应该很快便是入情。李希夜的进展速度其实是超出了陈长安的想象的，这么快就要从忘情阶段进入到最后的入情，看得出来李希夜的悟性真的很恐怖啊。起来吧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顾仙儿，人榜第3，我的侍女；这位顾凤瑶，人榜第4，就算是未婚妻吧。就算是未婚妻吧，这啥意思啊？难道我是他的未婚妻，很丢人吗？原来这两位都和师傅有关系啊，那这位我是不是应该叫？不用，客论客的，你们都是同辈中人，随意称呼就好。就算真的要改口，也要等到日后再说。是，师傅，弟子知道了。都到的差不多了，那两个臭小子也来了。陈云轩、叶知秋，是他们两人。陈云轩两个人直接飞到了陈长安的面前。叶知秋拜见师尊。陈云轩拜见老祖。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震惊、不敢相信，变成了现在的麻木。人榜前5全都和陈长安有关系，而且这5个人都是绝对的妖孽。行了，大家都已经测试完了，你们两个去测试一下，将手放在上面就好。是，师傅。是，老祖。测试石碑再一次剧烈的晃动了起来。陈云轩和叶知秋的情况比我们2个，不，比我们3个的都要猛烈。公子，他们的战力会达到什么程度啊？应该相差不大，但最终会多少，不确定。年龄24岁，修为至尊境3重，战力99星，合格。年龄22岁，修为至尊境4重，战力100星，合格。100星，妈的，极限居然不是99！叶知秋的99星，大家虽然觉得惊讶，但是还是能够接受。可是当陈云轩的100星出现之后，所有人都不淡定了。果然，还是比你差了一点。不过我相信，我很快就会超过你的。好，我等着你。行，现在你们5个人也算是第一次聚在一起，都互相认识一下吧。3年之期终于来到了，大家都在等待着结界开启。开启了吧？不知道啊，今天就到时间了，但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这结界还在啊，并没有消失，应该没有开启。如果开启了，应该会提示的吧？地榜应该会公布争夺战的具体情况，对不对啊？所有人都在议论，真的不会出现任何的提示吗？这地榜争夺战弄得是不是有点草率？突然众人发现有一个人已经进入到了结界之中，但进入结界之后，那个人便突然跪了下来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谁也不清楚，但是对方的情况绝对不是很好。当得知结界可以进入的那一刻，不少人都一股脑地向着结界里面冲去了。可当这些人进入到结界之后，不出意外，所有人都跪在了地上。恐怕这太华之巅不是那么容易上去的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多人，太华之巅怎么可能容纳得了？看样子测试只是第1关，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是第2关。没错，这结界之内恐怕有着极强的威压，寻常人根本就抵挡不住的威压。这些人冲进去根本就没有防备，不跪倒在地才怪呢。你们也看到这种情况了，去试试吧。陈云轩几人根本就没有急着进入结界，如今听到陈长安的话，全都是脸色认真的点了点头。结界之内，陈云轩看向了叶知秋几人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威压很强，但对我影响不大。我也是。差不多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比一比，看看谁能够第1个冲上去？好，那就我去。陈云轩，你小子不讲武德呀！公主，这胜负是不是已经分晓了？看吧，越到后面威压越强，他们很快就会力竭了。正如陈长安所说，陈云轩几人前面冲得很猛，可是当他们冲到了大约1/3的路程之后，突然停了下来。难度现在才真正的开始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威压有点强，有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。我也是。这样才过瘾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后面的威压到
底还会有多强？不过3天时间，就有不少人因为扛不住里面强大的威压，被直接震飞了出来。此时，陈云轩几人已经走完了一半的路程，5人之间的距离也已经拉开。你还行吗？听到陈云轩的话，叶知秋摇了摇头，并没有逞强。他有些无奈地说着：“距离太华之巅还有一半的路程，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来看，根本就无法走到这太华之巅。”没错，他们3个看起来情况比咱们还要糟一点，不过我觉得只是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修炼，在这种强度之下修炼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我去告诉他们3人，让他们先修炼，调整状态，然后再继续。于是5人便在自己承受极限的位置开始了修炼。陈长安此时看向结界之内，他的视线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陈云轩等人都在做些什么。他们想要登顶太华之巅，恐怕需要再有所突破才可以，否则的话，他们走不了多远，又会再次到达极限。正如陈长安所说，陈云轩他们虽然突破了，可后面的威压越来越强，走了一段距离之后，便再一次来到了极限。而他们唯一能够做的，便是继续修炼，继续突破。大黄，咱们走吧。走？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不再继续等等？就算是陈云轩他们几个人的天赋出众，可想要突破到至尊境9重，甚至是不死境，恐怕也需要一段时间。总不能咱们这几年都坐在这里干等着吧？啊，那不行，那绝对不行，那得多无聊啊！嘿，走，咱们去逛，咱们去逛一逛。公主，您接下来打算去哪里？还是继续寻找珠子吗？还是要找的。好，我会留在这里，一边修炼，一边等待地榜结束。公主可以放心。我也会留在这里，师傅，你就放心吧。在很多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之中，陈长安带着大黄离开了太华之巅。偌大的中天域，而此时陈长安却有些不知道该去向何处。地榜开始之前，陈长安已经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只可惜并没有任何胎珠的下落。陈长安带着大黄漫无目的的走着，突然眉头一皱，向着远处看过去。天机阁的人，难道说这望天机有珠子的线索了？万事通，你见过前辈？望天机让你来找我的。是，我正好要去太华之巅，所以老祖让我顺便给您带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西方或许会有收获。西方？望天机这是在给我点明一个方向。还有没有其他话？没了。不过老祖说完之后，神情似乎有些凝重，我感觉恐怕前辈想要找的东西会有点困难。只是老祖并没有说。你是天机阁的人，知道的消息应该多一些。你对西方知道多少事情？前辈，这西方啊，能够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天音寺了。天音寺的实力很强，而且信徒众多，自成一体，从来不会和中天域的其他人、其他势力有牵扯。至于天音寺的具体实力有多强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天音寺，寺庙吗？陈长安还真的是没有在中天域见过和尚，看得出来，天音寺应该并不经常在外界走动，但珠子是否在天音寺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，只能够先去西方看看了。看起来这一趟咱们要去西方走一走了。走，西方的青楼我还没去过呢。你除了青楼还知道啥？很多，但都不如青楼重要。这么快就把洛神宫的那些女弟子给忘了？哎呀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怎么能忘了呢？只不过还有更多的无辜女子等待着我解救呢，我这可是大功德，你不懂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听老衲一声劝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不可贪恋美色呀。若是施主不去青楼这等烟化之地，便不会有青楼的存在。施主这般行为，只会增长了那肮脏之地的气焰。还希望施主能够……我说你到底说够了没有啊？老子爱去哪就去哪儿，你咋没完没了的？这老和尚是不是多管闲事啊？好不容易看到一家青楼，还没等进门呢，就被这老和尚给拦住了。逼逼叨叨在这里说了大半个时辰，他都不会累的吗？施主，你怎能如此执迷不悟？罪过，罪过！老衲这都可是为了……闭嘴！你口口声声罪过，那我问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何要去青楼？还能为何？当然是为了那什么？说不出来了吧？老子就是一条狗，能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去青楼是为了拯救这些落难的姑娘，我是去做好事，你懂不懂啊？
你在这口口声声阿弥陀佛，又他妈众生平等，我佛慈悲的，那你怎么不去度化一下这些落难之人呢？你他妈就知道废话，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到时候我就宣扬你们这些和尚都是最会动嘴的骗子，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众生疾苦，只知道拉着别人皈依你佛，你们就只会骗人当和尚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误会了，老衲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？我佛慈悲，更不是施主口中的骗子，绝对不是。罪过，罪过，这罪过你妹啊你到底能不能说人话？既然你佛慈悲，那就好好的普度众生吧，也让大家伙好好的看看，青楼就在这儿，你敢进吗？正所谓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为了解救众生之苦，你敢牺牲自身度化众生吗？这如何使得？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！我就知道，这老和尚就只会动动嘴皮子。谁说不是？来了咱们这里这么久，天天宣传佛法，宣扬成为和尚的好，我就不明白，不能喝酒吃肉，还他妈不能睡娘们儿，当和尚有什么好的？他就是一个骗子，大骗子，这是要让咱们绝后啊！用心歹毒。我没有，老衲没有骗人，老衲真的是为了大家好。老衲来到此处，真的是为了普度众生，老衲从未说谎骗人。诸位施主怎么能如此误会老衲？老和尚，你也别说那么多了，走，敢不敢跟我一起上青楼，解救那些落难的女子？既然你要普度众生，何不就从他们先开始，也让大家伙好好看看你们佛门的魄力。阿弥陀佛，老衲乃是佛门中人，怎么可能进入到这烟花之地？罪过，罪过呀！不错，你是和尚，去青楼是罪过，但你明知道是罪过，为了解救众人，毅然决然的前往，这才会让人钦佩。你说难道不是吗？陈长安的话让老和尚心头一动，此人的悟性好高啊！这位施主可有兴趣皈依我佛？我看施主悟性极高，说不定日后能够成。行，你拉我下水，你看老子怎么拉你下水。老和尚，别说那么多，跟我去这青楼走一圈，让我见识见识你们佛门究竟是如何慈悲为怀的。若是你当真心怀众生，想要普度天下，那我还真的说不定就加入到你们佛门之中了。毕竟啊，我这个人别的有也没有，就是善良，看不得别人受苦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心性善良，着实难得。不过老衲身为佛门中人，这青楼之地……老和尚，我看你一点觉悟都没有。佛门乃是庄严神圣之地，你不是说佛门普度众生，慈悲为怀？既然如此，你只是牺牲小我，去成全大我，你这才是真正的宣扬佛法，让大家亲眼见证佛门究竟有多慈悲。你难道不愿意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玷污了佛门的声誉。况且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宣扬佛法，为佛门开疆拓土的。陈长安说的对，小小的牺牲一下自我，成就大我，这并没什么错。以身作则，更能够让其他人了解佛门究竟有多好。好，老衲答应你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今天便同你一同前往这青楼走一遭。身为佛门中人，老衲定然要解救众生于水火。漂亮，这老和尚终于上头了。大师，咱们此番前往青楼，不为寻乐，只为解救众生。你能够明白自己身上的任务有多重，肩上的担子有多沉吗？你要记住，你代表的是整个佛门，你这是在为了佛门发光发亮而奉献了自己，你是伟大的。施主言重了，老衲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儿。走，我们去解救众生。呀，好帅气的公子呀！哎，这不是正元高僧吗？您这佛门弟子也来青楼啊？正远和尚也看得出来，这老鸨脸上的戏谑和嘲讽，但是他认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自己前来青楼可不是为了寻欢作乐，而是为了解救那些沦落青楼的苦难女子。老鸨，帮我安排一间上好的雅间，将你们这里最好的姑娘都给我叫过来，越多越好，钱不是问题。哎呦，客官，您这话叫怎么说的？快去给这位尊贵的客官准备咱们这里呀最好的雅间。正远大师对吧？不用这么紧张，记住，你是来弘扬佛法的，
正能量。正能量啊，对，正能量。客官，当青楼姑娘乌泱乌泱地走进雅间的那一刻，陈长安注意得到，正远和尚慌了，那是彻底的慌了呀。此时大黄的眼睛都在冒着光啊！小姐姐，好多漂亮小姐姐。这些姑娘长得虽然不错，但怎么看都不如洛神宫那些女弟子。这大黄还真是一点都不挑食。各位，你们的客人不是我，一个是他，还有一个是这位正远大师。我只是一个看客。客官，这不用问，我花钱了，我做主。